欢迎来到食读行传，我是皮波。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间猪血汤。这间猪血汤呢，是我心目中猪血汤的天花板。对我个人来说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间猪血汤了。我相信很多人看到我现在骑的这条路，就知道我要介绍的是庆中街猪血汤哈。这间庆中街猪血汤由于位置非常的隐秘哦，所以外地观光客不一定知道。不过很多台南人都是知道这一间猪血汤的。虽然大家都叫它庆中街猪血汤，不过呢，实际上我们都会走五妃街过去。所以包括我在内，很多台南人都会叫它五妃街猪血汤啊。那五妃街呢，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条很有趣的街道哦。其实五妃街就像是一条时光隧道一样，它包罗了台南人这30-40年来的变迁以及历史记忆。由于五妃街就在大林国宅的附近，所以五妃街前段是有一些外省美食的。而接下来还有台南师范学院，而五妃街外面还有台南市立棒球场，还有古迹的五妃庙。总之，五妃街是一条融合了本省、外省、传统、现代，以及各种不同类型饮食的一条包罗万象的街道哦。好了，我们已经到了庆中街猪血汤的外面了。庆中街猪血汤其实是在五妃街跟庆中街的交叉口，而他们店的全名呢是庆中街叶家猪血汤。你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地方真的相当的隐秘。外面这间屋子还不是他的店面哦，他的店面在里面那一间，可以算是行安来的店家哦。要不是他外面挂了这个招牌猪血汤跟米粉炒呢，其实一般人经过是不会发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看到相当的隐秘哦。然后呢，庆中街猪血汤旁边也有很有名的这个郭记绿豆汤的总店，他们现在是有开分店的，不过最早呢，这里就是他们的总店哦。在炎热的台南呢，他们可以说是消暑圣品。改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庆中街猪血汤的老板连招牌都不挂的，连他们叫叶家猪血汤都不写，他就挂了这几个板子，上面写猪血汤米粉炒，实在是低调到了一个极致。好了，我要进入店内了。今天我运气很好，进到店内的时候正好是完全没有任何客人的，所以可以尽情的拍摄，不然的话恐怕要把其他客人的脸都马赛克掉才行哦。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价目表哦，有猪血汤、猪血家常，还有猪肠汤跟米粉炒。那我们通常都会点低会嘎等，还有米粉叉，也就是猪血家常还有炒米粉，因为他们现在的价格加起来刚好100块，这样我连钱都不用找了，很方便哦。各位可以看到店内的摆设相当的简单，就是一间家常小店，而店内为了利用空间呢是有吧台的。而他们的板凳也是一直使用旧式的铁板凳哦，有一股浓浓的怀旧风。好的，我点的低会嘎等跟米粉叉已经上来了哈，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他们的炒米粉。我现在拍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大，但其实他们的分量是非常小的。这边就一定要介绍他们的炒米粉了。他们的炒米粉虽然分量小，但是素质非常高哦，上面加了很多的肉燥，而且这个炒米粉可以说是超制等级的厉害。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哦，上面有浓浓的肉燥香。再来就是它最特别的一点，那就是他们的炒米粉上面完全没有油。一般的炒米粉如果不是盘底有油，就是米粉本身会吸附了大量的油脂。那当然呢，这种一般的炒米粉因为吸附大量的油的关系，也会变得很香，然后就会有滑口的感觉。但是这也是很多食品营养师建议我们不要太常吃炒米粉的原因，因为吸附了太多的油呢，变成了热量炸弹。而这家店的炒米粉就很特别的，你完全看不到油哦。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样拍摄，跟实物是一样的状态。你在它的炒米粉上面是看不到油光反射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般的炒米粉如果吸了油的话，通常被光一照都会有反光的哦。我镜头都已经拉这么近了，还是看不到反光，你就知道它其实没有吸什么油，它的香气全部来自于上面的肉燥。这种状态的炒米粉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不单单是老板跟老板娘他们用少油的方式来制作炒米粉，我觉得更有可能是他们选择的米粉在制作过程中就不一样。所以他们这个米粉呢，很明显是不太会吸油的感觉哦。这也就造成了它的炒米粉呢，可以说是条条分明的，吃起来很舒服，而且呢不油也不咸。好的，我们来看它的猪血汤。从画面上你就可以看到哦，它的猪血非常红润，而且是没有孔洞的，咬起来口感很扎实，而且没有一般猪血的咬起来那个涩涩的感觉，是有弹性的。你如果咬下去，你会发现它会回弹。这是一种软中带 Q 的猪血汤。而它的猪肠更是非常的 Q 弹有嚼劲。大家都知道如果猪肠要好吃的话，必须要经过非常细心的清洗以及处理程序。而庆中街猪血汤的猪肠，经过这几十年来，它的品质完全没有改变过。这可以算是我吃过口感最好的猪肠。庆中街猪血汤之所以会好喝，是因为他们有使用特殊的猪油泡，放入汤里面去提味。我等一下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好的，开始吃了啊。我们这边来谈一下猪血汤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哦。其实如果常看一些食品营养的节目的话，应该都会看到这个资讯，那就是猪血是可以养颜美容的。它对于养颜美容的帮助，并不是一般人想到的胶原蛋白，
而是借由丰富的血基质铁跟高蛋白质，由内而外来改善你的气色，让你的肌肤健康哦。这个猪血呢是动物性的血基质铁的最佳来源，它的吸收率比植物性的铁质高出3倍以上。每100公克的猪血富含的高铁量能有效预防缺铁性贫血，让血液的带氧量变得充足哦，肌肤自然会散发红润的桃花色哦。然后呢，猪血的脂肪含量很低，但是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是人体合成胶原蛋白与修复皮肤组织的基础原料，有助于维持肌肤的紧致度。而且呢，猪血中是含有锌、铜跟卵磷脂等微量营养素的，可以协同身体对抗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哦。所以说吃猪血可以养颜美容这件事情是真的。至于我们一般民间所传说的吃猪血可以清肺排毒这件事情呢，目前的科学上是说这个缺乏医学根据啦。而吃猪血呢，有一些小禁忌哦，有3种人要少吃。一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因为猪血的胆固醇稍高哦，是需要适量摄取的，不能多吃。再来就是消化功能很弱的人，因为猪血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跟铁质，对于胃肠的负担是比较重的。第3就是有服用抗凝血剂的人，因为猪血有维生素 K 是有凝血作用哦，会抵消药效的。除此之外，猪血对人体的好处是很高的哦。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所谓的猪油泡哦。我刚才有说庆中街猪血汤是有用猪油泡来提味的，所谓的猪油泡其实就是猪油渣，也就是在自制炼猪油的时候，在高温下把猪肉逼出油脂后所剩下的这个酥脆的碎渣。这些油渣带有很浓郁的香气哦，可以拿来拌饭、炒菜或煮汤，都是用来提味的。你如果喝过庆中街猪血汤，你就会知道，他们猪血汤里面的渣不多，感觉很清淡，因为他们提味的部分是用这个猪油泡来提味的。一般的猪血汤为了提味呢，会加很多的韭菜跟酸菜，有些店家还会加沙茶哦。不过这些东西加的太多的话呢，在喝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混杂的感觉，你会一直喝到韭菜嘛跟酸菜。而如果里面有加沙茶跟其他东西提味的话，你会一直感觉喝汤的时候汤里面有渣，这个口感不是很舒服。而庆中街猪血汤使用的这个猪油泡，其实让味道提高很多，这样一来它就不需要加很多的韭菜跟酸菜，那沙茶也是没有使用的哦。而他们的猪血汤口感有一点点的甘甜味，这个感觉不太明显啊，但是你会有一种想一直把它喝完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很好喝哦。所以我觉得那应该是有一点甜味在。那我上网查过之后，发现那个应该是大骨熬汤之后的精华产生的自然的甘甜味，你就会感觉他们的猪血汤整体平衡度很高。他们的汤头本身是清淡，但是有甘甜味，然后用猪油泡跟酸菜还有胡椒粉来提味就好，没有加沙茶，它的汤头不会太浓稠。在天气很热的台南，我觉得你喝起来也不会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只要你不是偏口味很重的那种人，一般都会喜欢他们家的猪血汤。而且他们的重点明显是摆在猪血，猪血的分量是很足够的哦，非常 Q 弹的口感跟一般猪血软软的口感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一般猪血汤的猪血口感比较像是布丁，而他们家的猪血口感其实很接近果冻的感觉。网络上很多人都在推他们家的米粉，甚至有米粉比猪血汤还要好的评价哦。我是认为啦，一般来说猪血汤店的炒米粉、肉燥饭都属于搭配的，大部分的特色都不强烈，因为主打的是猪血汤嘛。但是庆中街猪血汤不一样，他们是猪血汤与炒米粉平起平坐，可以说是左膀右臂。我相信店家只卖这2样呢，其实就是要专注在这2个品项上面，不去增加肉燥饭类或是卤蛋、卤豆腐之类的餐点。他们整间店的调性就是设定在这种简单风格哦，分量精致、少油、健康。所以我相信我讲到这边呢，很多观众应该已经发现了，各位，庆中街猪血汤是女生的店，不是男生的。你可以注意观察哈，我平常来店里面的时候看到的女生客人一直都比男生多，而且年龄层分布很广，从20多岁的年轻女生到70岁以上的阿姨都有。其实你看它的东西就很清楚了，猪血养颜美容、补铁补血，然后热量又不高，而炒米粉做得很清淡不吸油，热量也被降低了。然后米粉在肚子里面会发胀，会产生饱足感，所以吃这么一点女生就够了。男生吃不饱，但是女生刚刚好。这间店其实完全符合女生客人的需求，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店家在经营上面是很细心的。各位女生，吃猪血可以养颜美容、补铁补血、气色红润，你还不来吗？好猪血不吃吗？那庆中街猪血汤的开店时间是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但是那只是他们一般对外宣称的而已，实际上他们是卖完收摊的，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5点以后来，因为常常都已经卖完了。好的，看修科，谢谢大家。但是我们这一集还没有结束，我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去逛一逛在庆中街旁边的五妃庙，以及聊一聊五妃街这条路的历史。
好的，吃完了庆中街猪血汤，那我就带大家来逛一逛这个五妃庙。那我先延续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的话题哈，那就是五妃街是一条时光隧道一样的街道。那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街道呢？那首先呢，我们回到五妃街开头的地方，就像我在前面讲的一样，五妃街的附近其实原本就是大林眷村、大林国宅，所以呢，在五妃街的前段其实是有一些外省美食的。像是本来在大同路上面的大同包子店，后来就搬到这边来，一直以来都是人声鼎沸的。然后在五妃街跟府联路的交叉口有一间小小的店哦，叫做巴蜀风道地四川麻辣美食，是由大陆媳妇来开的，它的很多菜色都是非常经典的哦。这家店可以说是台南大学，也就是台南师范学院的同学们的爱店哦。每次到了中午用餐时间，里面全部都是这个台南大学的学生，然后旁边还有东北酸菜白肉锅。那么往上呢，就是台南大学，前身是台南师范学院，只是我们很喜欢叫师院呐。在这个区块吃的还不算多，但是就已经有我刚刚说的庆中街猪血汤啦，还有绿豆汤啦，还有一间很有名的寿司哦。然后右转庆中街其实就有波哥，这波哥相当有名的，沿路上还有阿伯快餐之类的哦。这一带可以说是台南大学同学们的生活圈，所以其实有很多年轻人的东西。然后五妃街出南门路之后呢，会进入中山国中的学区。而在这一段的五妃街里面，外面就是旧台南市立棒球场。以前假日的时候有棒球比赛的时候，人是很多的。那五妃街这一条里面呢，就是比较安静的。而且健康路是台南人上班的一个要道，不过旁边的五妃街就显得相对安静很多。然后我们继续通过南门路之后的五妃街呢，右手边会是中山国中，而左手边是佳琪女中。而佳琪女中在健康路对面还有台南高商，所以这一带等于是学区。中山国中、佳琪女中跟台南高商现在都是男女合校，但是那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以前他们全部都是女校，所以说五妃街这个区块里面，以前是台南年轻女生的活动区域。开始进入下坡这一段的五妃街，其实就是以前早期台南很有名的，被称为台南市三大夜市的三星世界夜市。三星世界夜市现在已经消失了哦。早期在我们小的时候呢，这一整条路上全部都是摊贩跟商家。因为走出五妃街跟西门路接壤的地方，以前是客运总站，要念新化、善化高中的学生都在这个地方搭公车的，所以也是一样，很多的学生都在这个地方出入，从早上上学到下午放学都有。而且这里面还有一间公庙，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夜市，而且是真正的人声鼎沸哦。但是后来因为客运总站的搬迁跟人流的移动呢，这个三星世界夜市就逐渐消失了，这可以算是时代的眼泪。好的，我们现在走到五妃庙的正面了哦。那在正面的旁边呢，就有着对五妃庙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得很清楚哦。五妃庙原来是五妃墓，是明末的宁靖王朱树贵，他的5个妃子，分别是袁氏、王氏、秀姑、梅姐、何姐5个人合葬。那因为当时清军渡海要打下台湾了，宁靖王朱树贵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他的原配罗氏已经过世了。那这5位妃子呢，当时都还很年轻。本来宁靖王呢是叫他们离开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五妃不肯答应，他们要陪着这个宁靖王一起走，所以他们后来结束生命了。而另外有陪侍的2名宦官，也就是太监，他们也跟着五妃一起离开了。他们都被埋葬在这里，然后后代的人就在这边建了五妃庙来纪念他们。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叙述就一般的寺庙是以门神彩绘来呈现的，但五妃庙不一样哦。所以他们门上的彩绘里面，太监手捧牡丹顶炉，表示献花献香与富贵兴传；而宫女手捧胡跟桃，还有石榴，象征多福多寿跟多子。好，我们看到正面这边上面写的方祠永傍城南路，玉骨长埋桂子山。然后上面的横批是鼎湖龙去凤齐飞，这相当的有意境哦。龙去凤齐飞，到这边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说，五妃庙是不是阴庙啊？各位这边要解释一下哦。早期的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五妃庙是阴庙，但是实际上呢，在现代已经不是这样了，因为这5位妃子她们并不是冤死的，而是要陪伴自己的夫君。而宁靖王朱树贵也是殉国的哦，所以五妃庙呢其实是烈女庙。它是经过台湾庙宇协会认证的阳庙，这与一般的阴庙不同，而且它显示出来的是女子的忠贞气节，所以其实是一个正面的表述啦，并不是大家口中所传的阴庙。
我们这边看到五妃庙的正殿也有叙述，你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悲荣并存，诚如清巡台汉御史范闲所颂，天荒地老已无亲，肯为容颜自哀生，遥望中原长断绝，伤心不独是亡人。这首绝句听起来也是蛮令人难过的，所以五妃庙的故事可以说是悲凄的爱情故事。我们这边看到正殿祭祀的是五位妃子，就是我们的五妃娘娘。那我今天来的这一天呢，再过1个礼拜就是里面大娘的生日了，我在这边也特地祭拜了大娘一下。那在正殿的后方呢，是有一个墓碑铭刻的，上面写着宁靖王从此五妃墓哦。那因为要尊重五妃的关系，我就不拍出来了。不过我相信拍到这边，大家应该都知道，五妃庙其实是五妃墓哦。而且五妃呢，跟义陵君现在都还长眠在这里的地下，所以来到这边呢，应该要有敬重之心的。我们走到旁边去，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旁边是一座小祠堂，这就是所谓的义陵君。义陵君就是2位太监宦官，他们陪伴着宁靖王朱术贵一起自缢殉国了。后人感于太监地位虽小，却如此忠烈所以也纪念他们。你可以看到五妃庙平常是相当的幽静的，其实不能说是阴而是一个比较幽静的地方。如果平日下午来这边逛逛，倒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就继续刚才还没有讲完的五妃街的话题。以前的三星世界夜市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是一些有店面的店家还有在继续营业，现在也都是让在地的台南人充满回忆的店家，像是一些名人锅贴啦、家家快餐啦，还有一个大肠包小肠，然后还有一个三星社区排骨饭哦。所以这个三星世界夜市其实是很传奇的哦。不过如果在三星世界夜市最辉煌的时期有来过的人，现在应该都已经超过40岁了。这边顺便提一下当年台南市区的3大夜市其实是武圣、小北跟三星世界，其他的夜市都是之后才兴起的哦。然后在五妃街通过了西门路之后呢，还会看到老牌的阿凤排骨，在西门路的右手边没多远也有青鸟屋便当。而如果五妃街再往下穿过国华街那一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美都面店哦。所以我会说五妃街其实是一条台南的时光隧道，这里面的时间跨度有超过30年以上，甚至已经超过40年了。而五妃街很奇妙的，因为它是在学区里面，而外面才是人声鼎沸的健康路、上班的要道，所以相对来说，旁边的五妃街其实是很安静的，尤其是在三星夜市结束营业之后，那就更加的安静了。所以你如果在平常日来台南，沿着五妃庙一路走下来的话，你就会看到一条很安静的五妃街，好像外面的喧嚣跟车水马龙跟五妃街完全没有关系一样。不管外面是繁荣还是没落，五妃街永远都静静的在那边。静静的经历着时光的流淌一直都在那里。所以我会很建议外地的观光客来到台南的话，可以来五妃街走一走。好的，那我带大家看完了五妃庙，这一集到这边也就该结束了。以后我还会制作更多五妃街的一些特辑，各位白天的时候也可以来这边逛一逛，祭拜一下五妃，这里的气氛相当的清幽，是很值得大家来逛一逛的。那就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